打咗復必泰第3針到而家已經1星期。嗰日上晝打完之後，循例呢要被逼強制觀察15分鐘，冇事就可以離開。日頭同之前嗰2針一樣係冇乜感覺，到夜晚開始覺得針位有啲輕微嘅脹痛，不過唔會影響睡眠。第二朝上午開工嗰陣開始有啲尖寒尖凍，下晝有啲微燒。既然冇嘢趕住要做，所以下晝我食咗粒必理痛就瞓喺度休息，喺床度有種小病是福嘅感覺。第3日上晝感覺好啲，但係仲係有啲少少燒，有少少怕冷，同埋個人懶懶地，唔係好願喐。到咗夜晚啦，覺得啲燒退晒，感覺已經如常。食完飯仲可以如常出去散步半個鐘。第4日雖然可以如常開工，但係仍然有一種病後復原嗰種輕微嘅虛脫感覺。到咗第5日就感覺一切都好返晒啦。記得舊年3月打第1針，幾乎完全唔見有副作用。4月打第2針，夜晚個針位就有啲脹痛感，不過第2朝就一切都如常。今次第3針的確係有2-3日有啲唔多妥，但未至於係難受嘅程度。我最近都喺度猶豫緊，究竟好唔好打第3針。由呢個疫情開始 ，WTO 就俾人有一種言辭飄忽嘅感覺，令人難以充分信賴。而網上嘅信息呢就好混亂同埋矛盾。個幾月前新聞話有一種新嘅變種病毒 Omicron 爆發，首先係喺南非，之後喺歐美，所向披靡，勢如破竹。但好在其後嘅報道話，觀察呢隻新變種毒性呢比之前溫和，好多都係無症狀同埋輕症狀嘅感染者。幾位住喺英國同加拿大嘅親友上星期都同時染上咗，但情況並冇預期中咁惡劣，驗證咗呢隻變種病毒2個主要嘅特徵，就係染病率高，但係入住院低。據親友講，開始覺得有啲唔妥，就報告當地嘅衛生部門，領取咗測試劑測試之後，按指示自行居家隔離7到10日，除非病況嚴重，否則係無需入院。佢哋都係好似普通感冒咁，燒咗2-3日之後再休息多幾日，就已經感覺復原返啦。尤其係啲細路，更加只係燒咗1日半日，隔日又再跳閘，上年紀嘅就要挨多幾日。啲親友平時都算係做足戴口罩同勤洗手嗰啲防疫功夫，同時打咗2針復必泰半年，不過都係同時中招。據啲專家講，2針復必泰雖然只有30% 嘅防疫功效，但明顯會減低個重症嘅機會。或者咁，所以幾位親友雖然係染上咗，但都可以休息幾日就好返。而據一啲專家話，接種第3劑加強劑復必泰類嘅疫苗呢，更加可以有90% 防疫。查返1月10號1星期，南非、英國、美國接種疫苗1、2、3劑嘅數量同感染死亡率嘅關係，明顯睇到疫苗係起到一定作用。尤其係第3劑明顯係會降低染病致死率。喺2個星期前，有位朋友想我幫佢喺網上預約第3針，佢話識得幾個做酒樓嘅都打咗第3針，話個個打完都冇乜唔妥，所以佢都想去打埋一份。睇到新聞，Omicron已經入侵本港，估計隨時會引發起比之前嚴重好多嘅爆發潮，相信到時就好難預約打針啊！而且打針之後仲要等1-2個星期激發個疫苗嘅效果，所以都係趁早預約，當日上網排期，甚至可以預約第2日。同我一齊打針嗰個朋友，打完針1星期期間都係冇乜明顯副作用。據個人嘅認識同觀察，之前未試過有疫苗好似呢次咁引起咁大嘅爭議，同埋會有咁多人抗拒接種。我認為接種疫苗其實都係一種賭博，係一種必須參與嘅賭博。接種疫苗係賭疫苗利大於害，抗拒疫苗係怕佢害多於利。我想除咗個人嘅體質唔同之外，仲有喺呢個資訊瘋狂嘅年代造成嘅認知嘅唔同。
因為以前嘅疫苗都係經過充裕時間嘅開發同測試，係贏面非常大嘅賭博。而呢次新冠疫苗嘅開發俾人一種闖出嘅感覺，造成咗信心不足。但喺疫情來勢洶洶，壓住邊一邊都係難免要冒比以前更大嘅風險。早兩日新聞又話，歐洲藥品管理局警告，持續接種新冠疫苗會影響人體嘅免疫力系統。佢話我哋不能每隔3到4個月就為民眾注射加強劑。而抗拒疫苗嘅人即時以歐洲藥品管理局警告，接種新冠疫苗會影響人體免疫力系統，抗拒嚟得更加振振有詞，而忽略下文係建議每年注射1劑。呢次仲有一種以前未出現過嘅情況，就係唔同嘅國家同地區對防疫嘅措施非常唔同，尤其係 Omicron 流行以嚟，好多地區已逐漸改為被逼與病毒共存。但中港澳台仍然係對病毒堅持採取或者傾向採取零容忍嘅態度，體現喺出入境設置更為苛嚴嘅條件，造成人員流動更大嘅障礙。而每當發現有本地嘅確診個案，就更加如臨大敵，不論代價咁去擴大封區同埋核酸檢測範圍嚟阻止病毒嘅傳播。但呢次面對嘅係傳播力強5到50倍嘅 Omicron， 唔知最後會唔會演變為火星撞地球咁嘅場面。喺咁嘅環境下，而我只有以打第3針嘅防備，匿喺屋企憂心戚戚觀望事態嘅發展，睇住屯門萬人空巷式、次數密集式、長時間咁輪候檢測，唔知幾時會輪到我呢一區呢？最後，我希望呢劑復必泰加強劑可以幫到我防止感染，或者最低限度可以減低嗰個重症機會，當係捱咗一場重感冒就可以好返。